好，罢免现在呢进入2阶段的名单到底有多少？哦，35个绿的罢蓝的通过1阶进入2阶，15个蓝罢绿的这个进入2阶，所以加起来是50个哦，加起来50个。另外呢，这个还有议员也没有立委的时候，就有些地方只有单一选区嘛，像基隆就一个立委，基隆就一个立委就是林佩祥啊。所以呢，这个桃园基本上没有一个民进党当选了，所以这种地方你要怎么你罢我，那我怎么这个所谓以罢制罢呢？好吧，就罢议员吧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昨天增加一个就是宜兰的立委陈俊宇也通过1阶进入2阶哈，所以现在呢，民进党有这么多15个，国民党有这么多35个啊。那另外呢，昨天呢一大早就传啊，这个罢吴沛忆跟罢这个吴思瑶的4个人啊。还加上一共等于6个了啊，然后呢还有加上5个证人啊，然后这个李孝亮30万交保，刘世颖50万交保，赖以任50万交保，满志刚50万交保，另外呢有30万交保，有20万交保都有哈。那当然就很奇怪啊哈，我早上一看我就奇怪哈，那个尤锡坤那个助理有没有？回跌哦，尤锡坤助理哈叫什么名字啊？什么？一下忘了。盛楚英，盛楚英啊，盛楚英呢？20万，说你听到说已经拿了老共几百万的钱，他就检察官有查出来是拿了几百万的钱，20万交保。奇怪，立法院长的助理是很重要的，尤其那时候完全执政，跟现在韩国瑜完全不同。韩国瑜现在知道什么机密啊？那时候不一样啊，对不对？然后呢，20万交保，他要50万交保，那这个50万交保，50万交保，那他们比盛楚英罪行恶劣2.5倍啊。是很奇怪啊，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犯的是内乱外患罪啊，这个犯的叫做如果有罪叫伪造文书、个资伪造，这什么伟大的罪啊？我讲实话，我搞了那么久哈，这个官司进出出，地检署也很多次哈，特侦组，我从来没有看到以前因为伪造文书去搜索然后羁押的。你们给我一个例子，警方告诉我以前有什么时候因为伪造文书把人家搜索然后羁押的？你举个例子给我听听看是谁嘛？我印象里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人啊。哦，因为这个事关国会翻盘。那不管嘛，对，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罪名还是伪造文书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干吗？可以这样干吗？而且昨天查了台北市，今天是搜索新北市的这个党部发言人，还去搜索新北市党部、台南市党部、新北市党部，党部是很重要的地方哎，对不对？你是直接杀到人家这个等于是总部，然后去杀人家一刀，你什么证据呢？有什么伟大的事情违反了什么伟大的法呢？没有啊，而且不是说现在就罢免成功，将来还有什么2阶，这难度很高啊，就杀你，怕你2阶联署成功。像台南市现在就这样，因为蓝营现在就不敢去联署，因为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副主委现在关了1个月了，还在羁押，已经关了1个月了，还关他什么伟大的罪？他跟谁串账？关了1个月就把你压起来，然后制造寒蝉效应。让其他人看看都不敢去联署了，怎么会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怎么没有影响呢？你司法可以这样搞吗？可以这样子明目张胆、公然这样干吗？哦，所以呢，这个国民党说司法不公，绿说哪有不公？拿证据出来，我们哪有不公？我们公平的很啊！哦，所以呢，有会说宁愿当共谍，不要罢民进党哦，罢民进党就要50万交保，当共谍20万交保哦。所以呢，这个花莲那边又说呢，4000份联署书格式错。我开始不懂什么叫格式，我现在大概想，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他们事先就把表格印好了，自己印去联署，连了半天发觉跟那个中选会的表格不一样，所以呢要重新来。那你就是伪造啊，这不是伪造，伪造公文书啊，伪造公文书罪就比较大，伪造私文书公文比较小啊，伪造公文书很严重的哦。那所以呢，花莲蓝营去按铃控告这个罢免傅昆萁的团体，说你怎么可以？那沈伯洋就说你们告逻辑不通啊，我们哪有什么问题？我没有问题啊，哦，而且你们诬告我啊，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我告诉你，法官绝对不会把这个判诬告，因为他是有道理告，不是也许判你没罪有罪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诬告是不会成的哦。那另外呢，这个说台北市党部说呢，好吧，我们要积极完成2阶段的联署哈。然后说台北市党部主委黄礼昨天是生病住院，哦，所以呢昨天他并没有讲话，因为昨天我一看怎么这样讲呢？黄礼说这跟党部无关，都是年轻人。
我说你最多不讲话嘛，不能这样切割啊，不可以这样子。后来他们说这不是黄旅讲的，因为黄旅昨天生病住在医院里，今天才出院。我们看一下。罢吴四骑士陆续步出北院，检调侦办民进党立委吴沛忆、吴思瑶罢免案，涉嫌伪造公职人员罢免提议书。14号发动搜索，漏夜侦讯后，15号凌晨赖以任、刘思莹、满志刚50万元交保，陈光安20万元交保。另外，吴沛忆罢免案领衔人李孝亮还有刘思莹的丈夫林瑞各以30万元交保。至于罢免吴思瑶的领衔人张克进，虽然列为被告，但讯后请回，其他4名证人同样预知请回。会觉得被政治操作吗？交保后，6个人全程不发一语。不过，场外已经有声援民众大喊口号，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国民党中央15号上午召开记者会，表达会全力协助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诈欺犯，有这么重要，有这么必要，像打仗一样，共谍都20万可以交保，伪造文书连数瑕疵可以20万到50万元交保。立委罗志祥更喊出要帮忙出230万的交保金，强调这是他对6位勇敢青年的致意与承诺。而检调持续深入追查背后有没有其他涉嫌人。同一时间，民进党立委沈伯洋就认为，当联署错误率很高，就不得不怀疑有系统性的抄名册，强调一切尊重司法。这个其实是很赤裸的暴力，这根本就不是在声援他们，这等于是在消费他们。罢免双吴吵不完，就连花莲罢免傅昆萁也上演法律战。花莲县议会国民党团到地检署按铃申告，包括领衔人李美玲、还有89闽南郎，还有立委沈伯洋涉嫌伪造文书及死亡联署等罪嫌。罢免第2阶段有法定的期限，补签行为根本就是延长时效。遭到指控的沈伯洋澄清，花莲罢免案只是联署书表格印刷错误，罢免团体也没有名册，哪来伪造文书的嫌疑？警告花莲县党部恐怕涉及诬告。夜霸老师叶春莲也发声，强调已经没有时间了，呼吁乡亲站出来。大罢免时代，反罢挺罢双方除了联署拼过关，现在到了法院对簿公堂，上演法律攻防战。我觉得这有点离谱啊，因为这里面很多年轻人我们都非常的熟，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说会被传讯，这是他们有心理准备的，因为已经告了嘛。可是他们不晓得在一大早起来还穿着内裤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来敲门，然后就把他的所有的手机啊、这个电脑全部带走，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没有人证物证之下，是用搜索票就把他押到这个检调单位去，这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对，就因为没有人证物证，才要搜索，看能不能搜出一些证据来嘛。那你像手机啊、电脑也全部都被扣押，反正也都不能再用了。然后就诚如刚刚赵大哥所提到的，这个完全是在一整个过程来说，大家都认为说你把话讲清楚，然后呢，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一些角色，也很清楚，所以他们其实每个人都还心里还蛮稳定的。到现在为止，我看到他们出来了，再去看他们，也都还算是非常的勇敢，然后也觉得就是一个过程，但是他们只是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伪造文书为什么要动用到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么大的一个动作？这是他们到目前为止觉得一定有很多的政治目的存在的。但是我只是比较庆幸说，这些年轻人到现在为止啊，还是觉得说他们是这场的战役是被这样子的一个摧残，但是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的自信才到。我觉得是这件事情我看他们第一眼里面，我觉得还蛮欣慰的。那诚如大家今天所传的，就是从50万到20万，然后呢，我们那个共谍也不过是20万交保，那这个整个完全是不符合比例原则。那这种不符合比例原则的状况之下，大家就很清楚，你这绝对是有个政治操作，希望你在这个罢免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制造蓝营的说，你看你们就是这么烂，然后拿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不堪检验，然后造成一些舆论上很多。你看从昨天到现在，不是绿营的一连贯的一条龙的方式，又不是在批评这件事情吗？破坏人设，然后呢一连串就是他们所编写的一个剧嘛。我只能说，这个系统这样出来，是否会让蓝营人觉得真的不能够再这样沉默下去？是否会造成另外一个反制的力量？我倒觉得我们可以来观察看看。我现在是被罢免名单之一，在台北市一般认为5个都会过了，我大概也会过了，很接近的。过2阶，投票了，就准备投票了，我心里准备了这个东西他们讲说公民团体啊，其实我的人都有在外面看了，那有很多我的支持者完全不知道的。去哪里啊？跟他们吵啊，干什么？你这样你后悔，你为你啊，你搞罢免，你是安怎就吵架？哇，他们就密录器录起来，就跑到3立民视去播，然后就这样一直丑化我，说赖士葆有计划的下达命令，支持者去什么
根本看鬼见鬼哦！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事，从来不知道这个事。还有人是什么支持者啊，跑进闹场又还跑来我们辅助跟我 show off， 说你看在那里啊，我就在那里坐在那里，不给他们连，还有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好，这个都不打紧。假如他们是一票一票的连，我尊重。下2个问题哦，我已经听到了，我们那里庙很多，有人抄庙的名单呢，庙的人不知道，信众不知道。他要什么光明灯啊，什么灯啊，里面就这个身份证资料都有啊，他就抄一抄。这些人知道吗？这些人不知道的话，只要抓到一个7年，这不是细节问题，这很严重的事情哦，这违法的。第一个，第二个，这口一哥在这里啊，他可以证实啊。民进党要求下来了，简书培几千个名单，口一哥几千个名单，王美生几千个名单，清清楚楚，他们都交卷了。他们3个人加起来就超过1万了，我都需要2万5左右，他们就超过1万了，对，可能1万多，要多到哪里？所以啊，这个我知道这个会过，可是我就要问一个，口一个在这里哦，你这个交的名单是不是有每一个都跟他confirm？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选举的一定有进名单，你是不是这样抄的？你们有没有用抄的？你的里面你的助理有没有去抄？如果有，这税金很大条哦。7年哦，但查不到有没有？我可以100%挂保证哦，我的团队，我个人哦，我所接触的罢免团体100%不可能用抄的，为什么呢？根本没有名单，抄什么名单？那你自己怎么抄什么名单？我们透过几个方式，当然是这个联署站为主嘛，对不对？但也有固定式，也有行动式的，扫市场，这个去其他地方去拜访等等都有。但是我们没有名单可以抄，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会怀疑说，国民党现在这一群人，既然这不合格的有3成，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单？这名单是来自哪里？我们自己作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是没有任何所谓的党员清册、党员名单的。休息一下再回来。昨天搜索台北这个传讯跟搜索台北市的这些发言，今天去动新北，去搜索这个苏巧慧跟吴其明，说他们可能有幽灵联署，所以呢2个领先人被约谈了啊，而且还去搜索新北市党部，要党部去搜索搜索党部，其实我讲是很严重的事情啊。那另外呢，这个谭正耀、王玉仁被约谈。那苏巧慧说希望厘清谁在抄名册啊。那另外呢，这个地检署新北查新北市党部说调查错的、假的、伪造的联署案啊。那王宏威预告呢说下一次就台北市党部了，也不要这个接着就台北市党部了啦啊。那罢免案是不是只办蓝不办绿了哦？那李进勇说呢尊重司法机关的调查我们尊重希望呢，这个大家以此为鉴以后呢，联署呢都要确实不能抄名单那因为呢寒蝉效应，所以台南的2阶段就牛步了，大家也不敢了在那边看那么另外呢，这个2阶段门槛有哪几个达标呢？有叶元之达标，罗志祥达标，李彦秀达标，王宏威达标。叶元之的联署呢破24000份，所以也达标了那不止了，将来我看就算10几20个也不稀奇了我们看一下。绿色恐怖，政治办案。国民党立委站出来力挺罢团公民团体，继台北罢无4期事后遭搜索约谈，隔天轮到了新北罢免团体。我们继续联署，我们继续为正义的青年发声，我们一起来声援这些青年。15号早上7点半，新北检调接获检举，包括罢免吴其明领衔人李清祥、罢免苏巧慧领衔人谭正耀以及召集人王玉仁涉幽灵联署遭约谈。国民党中央痛批司法办蓝不办绿。办蓝不办绿，办的标准是不是合乎办案的比例原则？这个我们不予评论因为司法机关他们侦查有他们一定的这个节奏统计有41个案子
有这个违法的嫌疑。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移送了39个案子，另外还有2个案子在整理资料之中，近日之内就会来进行移送啊。我们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对待。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强调，绝对没有差别对待，但这把火已经烧向蓝营。新北检调全面动起来，除了罢免吴其明以及罢免苏巧慧的领衔人都被约谈以外，在今天国民党的新北市党部也无法幸免。新北地检署大动作搜索国民党新北市党部罢绿团体，这也是继台南市党部遭搜索后，蓝营再有市党部遭殃。这是一场中华民国的保卫战，我们需要所有的民众站出来，跟我们一起对抗这个以民主为壳，实际上是暴政的政府。全案战朝涉犯伪造文书与个人资料保护法等方向侦办，而国民党强调已经准备好律师团队，一定会做罢绿青年的坚强后盾。来，郭成伟，我觉得这样啊，民进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嘛，你在执政的时候还操纵司法跟检调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民进党这样做，我记得柯文哲的案子搜索台湾民众党的党部的时候，我就讲，今天台湾民众党，改天就有可能别的党。你看看新北也好，台南也好的国民党的党部，他照收不误。其实我赞同跟刚才赵大哥所讲的，党部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就是你政党政治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你怎么可以去收手？更何况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啊，大家都不觉得很奇怪吗？他跟民进党有关的是大案小办，跟民进党无关的反对党都是小案大办，这些东西不是小案大办吗？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你证据何在？好，再说他是有伪造或者泄密这等等。有必要大张旗鼓的去收手吗？有必要吗？那刚才大家也谈过了，当回得20万交保，小小的伪造文书要50万交保，这是什么司法？那从比较悲哀的就是说，检调单位也当成是东厂，也是在打压异己。所以我知道我们的司法，我们的检调，现在真的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病得这么严重？那另外一个，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请大家要思考一下，这是民进党里面反罢免的一种策略。他现在就是什么？由刑事案件去扣你哦。我大胆的初步判断，不会同时间你罢民进党，他定时间，国民党罢民进党的，他一定给你分开投票，让你把你稀释掉，然后再说你罢过民进党的委员要进入第3波，我敢保证，他是因为有刑事案件在这个地方，我要查明以后，我才会去公布进入第3阶段。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动作就是预设好、算计好的一个策略，所以不要小看民进党，他们已经不演了，他们说干就干。所以我还要呼吁啊，我们所有的人民真的要看清这个事实啊。我基本上就是说，民进党吃定你的蓝营支持者嘛，你蓝营支持者就是不行嘛，就是觉得说，哎呀，我没事，我干嘛去罢呢？所以他为什么要分开？因为分开的话呢，他知道其实罢蓝的绿的会出来，绿的那个支持者很强烈会出来。罢蓝的时候呢，罢绿的时候呢，蓝的不会出来，罢蓝的绿的会出来。对，那如果摆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激荡嘛，也许双方都会出来，所以就把你分开。然后到底看你怎样，就是这样嘛。来，我看怎么看？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遍地开花，台南市的国民党的市党部被搜索，副主委被收押，然后现在到了这个昨天台北，今天新北板桥，后续我觉得会不会连台中都有？为什么？很简单这个不是说有什么掌握什么资料，而是中选会先前已经一次性的告发了19个案子各地都有，只要出现死亡联署的基本上它叫做提议前死亡就是它真正的用语是这个什么意思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谈罢免，蓝绿都有人被罢，第一阶段叫提议，
提议就是1%，1%大概就25万人的一个选区，大概就2500份，那怎么会有不过的？但是呢，国民党被罢免的这个部分35很快就全过了，民进党的15个现在都过了啦，第一阶段都没过。都补件，为什么？因为出现大量的提议前死亡，就所谓的死亡连署。那如果以数字来看的话，观众朋友，这有个表格了哈，这个是这个网络上大家整理出来的哦。就是说，今天它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叫做居住期间不符，比如说我如果本来住在中山区，我跑去填了松山的，那不同区啊，不到10个月无效，这一份无效。第二个就是你的这个重复连署了，我这边也写，那边也写，好，这2种都算没有用。第3种就是叫提议前死亡。就是我写了那个书以后，我一对跟这个人已经往生了啊，那就要看他是什么时候死亡，以及他既然已经死亡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联署书跟提议书？如果是有人帮他到那代为抄录的话，那个就叫伪造文书，伪造文书是5年以下。那所以观众朋友看起来就是因为这些包含了台南为什么林俊宪跟王定宇这边出现了99份跟107份，所以他们2个去告的。他们2个跑去告这个罢免团体，结果一搜又发现说好像有名册，这个细节就看检调怎么办了哈。那台北市吴佩仪跟吴思瑶也有发现这个死亡连署108份跟86份，那新北市是今天的包含的这个苏巧慧，她是84份。所以今天检调去查，不代表一定有事，但如果最后发现的结果是确实拿了一个假设名册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去誊写，然后就把它当成是第一阶段提议书送出去的话，那这个过程就叫伪造文书。就是5年以下，公文书是7年，文书是5年，所以蓝绿其实是一样的标准。那这边死亡连署比较少，但也有可能不是死亡连署，而是伪造。有人讲说我根本没写，所以我的这个结论很简单因为已经到这么的剑拔弩张了，蓝绿都应该查了以后，如果有伪造文书的就应该办。过程当中，因为现在已经到第2阶段了，这个是第1阶段提议的部分，大家会更谨慎。不要让第2阶段的联署10%部分出现有任何错误的文件。好，这边有个资料了我现在就问你贪污如果是10万是贪污，贪污1万是不是贪污？当然是，是不是贪污？好，这边呢，你看罢这个王宏威的是没有死亡的，但是罢叶元之有1个死亡，这是提议前死亡然后罢牛喜婷有1个死亡，罢鲁明哲有2个死亡，罢严匡有1个死亡，罢廖伟强有3个死亡，黄建豪1个死亡。陈超明1个死亡然后邱正俊有1个死亡所以呢，罢这个傅昆萁又1个死亡，不管了也许多少，但你这个也要查，他为什么会有死亡呢？为什么在提议之前就死了？不是提议之后我签署就死了，没话讲，对不对？因为总是可能会有死嘛，那就不算。提议之前也不少绿罢蓝的也是提议之前死亡那这要不要查呢？要不要搜索呢？为什么这不用搜索呢？所以那比较多，这比较少，比较少也是犯罪比较少也不可也是伪造文书1个也是伪造文书10个也造文书为什么不查？现在再回来，我不同意。好，今天不是国民党板桥党部被搜索，3重党部也被搜索了这执行长也被带回去约谈因为前阵子发觉很多共谍嘛，明年有5个4个收押，1个交保20万就交保了那王世坚说呢，共谍只会安插在敌营。蒋万安说奇怪了，这个讲法很奇怪嘛，对不对民进党发现很多是很骄傲了，我有共谍，我骄傲了因为老共真的把我当敌人，不是老共不是说你是蓝营绿，谁有情报价值就埋伏，这到底是这样？谁有情报价值？蓝营有什么情报价值？对不对？蓝营现在根本也没有什么情报绿营才有情报价值嘛，所以呢，这个民进党团说未来不排除提出国安实务法，所以蓝白不要挡因为赖清德有讲什么17项什么一堆所以我们要提国安实务法，而且呢，左文泰说你讲完干嘛笑我们呢？有国格的时候也不要暧昧不清也要讲等等2回事情嘛，你自己有多共谍你都不检讨一下，都觉得这是很光荣。这很好，因为呢，这个我们是老共的敌人，所以老共才我们这边安插共谍，连这个都可以这样去讲吗？你都不需要去防吗？当然是你有情报价值，所以你要防堵嘛。而且这些人都当民进党很久了，很多年了，不是什么什么刚来，不是你看赖清德那个盛楚云跟了游锡堃跟很久了，另外呢，一个什么宇上宇跟了赖清德从副总统。吴尚宇从副总统到总统一直跟着就管赖清德的行程你也知道管行程是很重要的助理不是一般的助理
对不对？都知道你到明天干嘛，跟谁见面什么，这个不重要吗？哦，所以呢，这个黄国昌说吴钊燮呢常常以机密拒绝立委跟他要都不给，这是国家机密啊，外交机密啊，就你旁边就是一个匪谍哦，就一个共谍，什么机密啊？什么机密老公都知道了哦。那所以呢，黄国昌说，这有一台传真机的，传来出来是机密，共谍何仁杰都经手了，哦，这个是吴钊燮的助理，而且呢，这个北检说，你敢办吴钊燮的亲信吗？哦，你真的敢办吗？哦，所以有人怀疑，我也当时好奇说，民进党这是怎么办这个事情呢？民进党这种事都是大案小办啊。哦，昨天有人说 CIA 交办的 ，CIA 查到了。说你要办这些人，不办这些人哦，我怎么跟你什么情报合作呢？哦，所以 CIA 是很厉害的，他情报不见得从台湾来，从大陆可能来啊，大陆那边有拿到台湾资料，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资料？说台湾有人给我的，这是谁？哦，所以呢，黄国昌说，民进党组一个叫共谍国家队，北检不要大案小办，这很重要的案子啊。哦，内乱外患罪是很重要的案子啊，看一下。谁要消灭中华民国，请卓荣泰院长也可以评论一下。现在民进党执政的总统府、国安会、外交部充满共谍。再点共谍案，尤其王世坚才说安插共谍，当然是要去敌军阵营。蒋万安不以为然。所以民进党现在要让全党都是共谍，就是最爱台湾吗？发现很多共谍是很骄傲的事，难怪有人出来说我绿共我骄傲，民进党没有任何人敢出来批评。不过市长这句话或许说错了，因为跟总统关系不差的中研院士朱敬一脸书发表2点评论，重点不在何时离职，而是离职前泄露了多少机密，重点也不在吴钊燮的助理，而在吴钊燮本人。这难道是有赖的朱敬一在暗示亲英系的吴钊燮知所进退？尊重朱敬一大使他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制度，特别是安全核可、忠诚考核，它不能够只一次，然后就做完之后就要再等2-3年或者是4-5年之后。蔡英文时代共谍连环爆，但英系认为共谍得以寄生，制度问题才是主因。好，朱敬一的这个公文在这边了哈，他是说呢，这个重点不在他这个助理什么时候离职，因为吴钊燮办公室就说依法办理，那不依法又怎样呢？那么废话，当然依法办理，还怎样？还袒护他吗？所以呢，不在什么时候离职，而是离职前泄露多少机密。好，重点不在吴钊燮的助理，而在吴钊燮本人。当然了，吴钊燮本人是最重要了，但是呢，这个助理也是蛮重要的。你不能说助理不重要，助理管他的行程，管他很多事情都交给助理处理嘛，对不对？所以助理泄密也是蛮重要的。问题是你为什么用这个人当助理呢？他在你旁边。你都不觉得奇怪吗？哦，他们都讲很奇怪的话。那个谁，这个游锡堃也说，我早就觉得他怪怪的，所以叫他不要做。那怪怪的时候你就算了，叫他不要做了，他怎么个怪法呢？是怎样呢？所以你要查这助理怪怪的都不要深究吗？不是也很奇怪吗？来，我提一下，我记得非常清楚，吴钊燮当外交部长的时候，姿态之高，他任内断了8个邦交国，毫无悔意。他就是道地的战狼外交，战狼式的外交部长，对立委非常凶啊，常常跟立委吵架和拍桌子。那这样的人，你看各位，按照过去来讲，调了1个邦交国，调了2个，早就该下台，但调了8个，可以不下台。然后现在好了，他的很重要的助理排他行程的何仁杰嘛是，结果是共谍，外交部里面重要的助理共谍。总统府有个姓吴的，跟了赖清德之意，跟了几年了，是共谍。游锡堃的助理也跟着他好久了，也是共谍。然后呢，这个罗致政他的助理，他以前的助理也是共谍。新北市的议员也是共谍，你就发现共谍在哪里啊？议员助理啦，议员助理，原来助理啊，共谍在哪里？在府院党。在民意代表这里面，绿营的都在那里。我们主持人讲的，我非常同意，他才有价值嘛。你在国民党干什么？啊，我们现在要东西啊，我们要资料啊，很可怜啊。打电话他根本不理你，你去问他跟你讲，这机密都不给了。特别在 COVID-19 之后，调鸡蛋的资料调不到，我想国师应该很有这种心得，很有感觉。
调机到底要不调？调疫苗的多少钱？调不到，而且真的我们调了一个叫调研小组，把它看了，他把中药的价格把它涂黑黑的，中药的涂黑黑的，中药的涂黑黑的给你，这个样子啊，各位。然后所以现在来看哦，我就对照刚才的，现在开始收国民党的，哇，这个党部这个收那个收，什么台南收、新北收，党部一收，请问各位，这个只是2阶联署，他的毛病他都错好了，国民党要罪该万死。请问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这个民进党立委没事，罢免没什么事，这个对国家安全有没有很大影响？没有。共谍对国家安全影响太大了，所有重要官员，我们的政策怎么不会？我有不同的看法。都让人家知道了啊！结果你大案小办，小案大办，变这个样，而且专门修理这个蓝军、绿军并没有说，我刚刚仔细读了选罢法，他没有说只有去查死亡联署的，没有这条，没有，他是这里面包括有任何的瑕疵都要查啊！结果林佩祥的116。不查，到现在不查。好，我说实在的，我最不服气的就是民进党一天到晚骂我们啊，蓝白就是中共同路人。但是最近共谍案查出来都是民进党，所以我跟你讲，高基准你们都没有检讨啊，共匪可不可怕？你们认为不可怕就不可怕，但是我必须要爆料一下，我要问吴钊燮，现在国安会的秘书长何仁杰。真的跟你没关系吗？请问我们吴钊燮秘书长何仁杰，你在当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的时候，他是不是坐在你最前面？第二，你在当民进党的秘书长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是不是何仁杰？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这个部分，真的。我还是要呼吁，不管有没有关系，我们也相信这些大官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幕僚确实是卷入共谍案，所以这些东西啊，真的啦，要反省一下，真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总预算总统公告以后，快要1个月了，什么意思哈？因为以前国民党说，那我这个冷冻你的预算哈，冻结你就来要求解冻嘛。没有公告以前不能解冻的啊，公告以后才能解冻，所以呢，公告以后你就可以来要求来解冻了哦。但是呢，国民党委员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部会要求解冻，一个都没有，已经过了24天了啊。那葛如君他们呢搞了一个表，教育文化搞了一个表，就哒，过这么多天，你既然说你都不能动了，你要求解冻啊，一个部会都没有来，哦，到底为什么？所以呢，他们有一个计时器了，像美国也有，他那个国债欠多少钱，有一个计时器。那国民党委员就说呢，执政党不要怠惰，不来解冻，还在那边哭穷，那不是很奇怪吗？你已经哭穷，然后呢又不来要求解冻，那另外呢，国民党党团按理去申告张敦涵总统府秘书长，说他违反选罢法，因为现在这选举罢免期间嘛，说呢，因为呢，这个他说中小企业补助款被陈玉珍、林思明还有这个帮助产业被他们删掉了。那他们说他们已经撤案了，当时就撤案，因为国民党提的案有2000个案，到最后真的拿出来讨论大概就400-500个案，所以国民党反正合个提案。提案以后呢，这个有那个留，但是后来党团协调把这个撤，那都撤，根本没有成案嘛，所以怎么可能删的预算呢？没有删的预算呢，所以呢，他们说你这个总统府秘书长这个说谎造谣，所以呢按铃地状说他诽谤，还有违反选罢法，我们看一下。要走到内政部5楼的记者室往外头的走廊一看，电灯竟然关一半，因为受到预算影响，业务费遭砍20%，冻结30%，也进行电梯离峰时间管制。只是内政部还不送预算解冻，因为说立院连数字都没有说，处境艰难的还有这。在监察院的记者室有小小的不同，往上一看，原本4根的灯管变成只点亮3根，以维持空间照明。顺便进行节电节能减碳，监察院业务费遭砍96%，发言人
论调跟内政部相同，只是真是如此吗？有没有受到行政院的指示影响了解冻案送出的时间？有还是没有？这是国会。有还是没有？教育部长语塞，空气瞬间宁静。针对在野统山，行政院各部会预算636亿元。行政院只是告诉我们，在这一个636里边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所以是不是行政院说636要完全完成了以后，你们才送？有没有这样说？基本上还没，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指示。这下真的很尴尬，还是不知何时会送出预算解冻案，这也让舆论声满天飞。张尊涵说谎造谣，下台负责。国民党立委开告，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因为日前被指煽动中小企业预算，导致关税谈判出国旅费受到影响，意图诽谤国民党团委员，借此促成大罢免的成功，种种造谣的情势，国民党不会再姑息我们是全面开战今天开始提告张敦涵秘书长是第一。国民党态度硬起，向执政党宣告法庭上后会有期。那我觉得你晓得，我忧国忧民的方法之一啊，就是每天看《纽约时报》，因为《纽约时报》每天起码有2篇到3篇文章，都在讨论民主党怎么没有办法翻身，而且这些写很好的文章的，都是以前民主党的选举过程中的智囊团啊。没错，所以他们非常深刻的要检讨自己。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没有 focus 嘛，你没有焦点，你没有重心嘛。你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主题嘛？所以今天你国民党还说，哎呀懒啊，民进党那么懒啊，公告了啊，怎么一直都没有来要求解冻呢？你什么？你跟他配合演戏啊？他一点都不懒啊，他是故意的，他就是不要解冻，都知道。然后他对老百姓讲说，我们有钱可用，他撑得住，对不对？他如果解冻了，钱回来了，你还穷啊？穷个屁啊，对不对？所以他是故意的。这是要配合什么？现在民进党从现在开始到今年8、9月，唯一的目标就是大罢免。大罢免就是他的理由要撑得住啊！理由的撑得住就是你们这些国民党的混蛋，一天到晚砍我的预算，让我没有钱用啊！他为什么可以要求你解冻呢？所以你这个还听不懂吗？你他们还一定什么有时钟要啵要多久就到了？你在演戏嘛？你说你小丑嘛？没有冲突啦。你想。我觉得我想花一点时间回应一下刚那个共谍案呢，因为事实上我觉得是这样，就这确实是一个机制性的问题，而且我也认为民进党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我也公开说了我觉得说如果你不面对问题，没办法去检讨问题，所以确实我觉得要面对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共谍，而且这些共谍为什么可以进入这些不同的位置去收集一些情资，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机制的问题？2016年，我觉得大家进去政府的时候都有经过一个安全查核这是调查局去做的。那这个调查局做的安全查，我觉得他做得很好，而且很彻底。但重点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后续的追踪？如果你没有追踪，你没有控管的机制，你怎么去防范未来他甚至于本来没事，但后来被接触了，被收买了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有一些机制性的问题要去思考。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去。最后的共谍案只是变成说这个蓝绿白大家口水战、政治攻防，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了。但如果这件事情在立法院也好，在行政部门也好，可以转换成检讨，说未来如何去建立正确的机制去防范这些共谍一直深入政府里面，我觉得这可能就会比较好的结果。现在民进党主要有2个论点了。第一个就是说呢，因为我是你的敌人，所以你才会在我们做间谍，所以我很光荣。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因为国民党没有情报价值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种讲法。是说呢，因为现在太穷了，他们待遇不够高，所以呢，这不受岛位的诱惑拿老公的钱，要提高他们的待遇，这怎么是什么理由呢？那公务员也可以讲，我钱不够的时候我要贪污啊，那大家都这样搞，不天下大乱吗？对。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预算的煽动这个部分啊，我们在教育文化委员会，还有在任何委员会，包括文化部，第一个就问你什么时候送解冻案来。我去年这时候当召委的时候，3月15号，教育部就送解冻案过来。可是你看现在已经4月多了，还是没有办。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就是都已经准备好，但是就被上层要求，目前不能送出去。所以很显然嘛，这就是很多行政院要求他们，就是反正就是有上面就告诉是目前为止不要送，这跟过去来说是完全违反过去的观念。你既然觉得没有钱，要请你送来。
来，特别是有好多是属于书面报告，书面报告过来，你马上就可以解冻。所以说，你看他们一方面哭穷，一方面又不愿意马上随手可以给你的，然后不断在告诉大家说，你如果今天你看吧，像国民党委员就是不断要求大家送解冻案来，你如果要像这么要求，那你当初就不要动就好了嘛。哎，拜托，这个逻辑怎么说得通？我们是因为你执行的效率不好，所以我们给你动，希望你做更深层的检讨，送一个检讨报告过来，我们就给你解冻。难道这不是我们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他们反而是倒因为果的这个方式，所以我只能说，他们真的就是存留在这个下乡之后的乡骂本。所以我那天问的那个郑部长就说，你知道吴思华在2015年的时候被冻了多少吗？教育部冻了135亿。今年教育部被冻16亿，他135亿被冻，还被冻了10个月，他还是一样照旧来去做这些事情。那请问你现在被冻了16亿，你有什么资格到下乡去不断的哭穷，然后现在又不愿把你的这个整理好的报告送上来？这无非就是上面以大罢免来高于所有的你们现在所需要的这些民生的问题嘛？你刚才讲，我听你们两个我懂了，老沈讲的没错，他就是要罢免你嘛，所以他这个做他的这个理由嘛。当然啊。另外一点，我听了半天，你才36亿，难怪他不需要解冻嘛，他不要解冻，他这样能够活啊，活啊，135亿都可以冻掉就可以了。动的太少，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嘛。但是这个钱算什么钱嘛？是吧？这个很清楚看得到了，我们现在动的不够多嘛，就这么简单。他有办法拆嘛，就代表他有钱。1000多亿是吧？整个行政院1000多亿，但是跟过去来说的话，1000多亿吧。但是动不是山啊，山是比较严重啊。对啊。问题总预算2兆9啊。对啊对啊。你要想想2兆9，将近3兆，对不对？比那个蔡英文还多。第二个我要强调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部长都很老实说了，他们都准备好了，要解冻就这样子，他都写好了。因为承办员都写的啦。上面交代说没啥利啊，这个要当做要打仗用的，筹码更高的就是要大罢免，所以整个来讲就是他只搞政治。好嘛，那如果这样，你们怎么办呢？不，这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戳破，让老百姓知道他有钱得很。如果真的没有钱，就早就该解冻。说他苦穷都假的，没有卫生纸假的，没有这个假的，没有那个假的，因为他现在不用解冻了，这活得好好的，这个做得好好的。那这样来讲啊，另外我要提一个东西哦，他们现在来讲说，来啊，这个对付共谍，就看又提了新的10个什么国安法了。我觉得就转移目标了。老实讲，就很清楚的。你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国安法难道不够严格吗？反渗透法、国安法，几乎等于国安无法，几乎是戒严法。台湾的这种相关的国安法已经有够严格了，有够多了，他还要送一些东西，侵犯我们的权利。他送来就是也是一样嘛，看你到底给他不要通过嘛。不给他通过就说骂你嘛，这样没错。其中一个我只讲一个就好了，说立委民意代表去大陆要报备，以后如果这个过的话，台北市议员去大陆也要报备，天边的海角报备完了不是只有报备哦，去了回来还写报告，所以你这样什么人谈什么东西，有需要这样子。我这位我是交通委员会啊，交通委员会有3个很重要，一个数位部，一个 NCC， 一个交通部。那这3个来看我的时候，我第一个率先主动告诉他们，请你赶快把那个冻结案送上来，我来排。拜托他们。其中有一个比较老实跟我讲说，赵伟，我要请示一下。我说全世界找不到这样冻结案，你还要请示？我说请示谁？他最后说我会尽快给你答案。这第一。第二就是 NCC 的委员，现在不是3个吗？一天到晚告诉人家，因为准备5、6月要换照，结果。